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讲一个有关命的话题。因为今天看到有人问我说，为什么修行人的命算不准呢？还提到了八字和了凡四训。那我们就借着这个问题来谈论下如何改命。首先，什么是命？为什么说修行人的命算不准？这里的命呢，说的是命运。命运是什么？我们之前讲过，命运是要分开来说的，也就是宿命和运气。命呢为定数，是指某个特定对象；运呢为变数，是指时空转化。命与运组合在一起，即是某个特定对象与时空转化的过程。所以我们说命中自有定数，定数之中又有不定之数。从易学上来说，命是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，不论是传统的八字还是紫微斗数，都是运用出生时间的天干地支来作为推算依据的。命好比是车，运好比是道路。运是一个人一生中将要走过的历程。好八字要有好运相扶，差八字更依赖好运来补救。好的命格不一定过得幸福，差的命格不一定过得不好。所以命和运是两码事，命不是运，运也不是命，更不是命运。这是三种不太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东西。命呢就像是基因，无法更改；运呢是你人生的一年四季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该成长的时候不能去收获，要顺着运势去做事，不能逆势而为。这个可改也不可改，而命运一定是可以改的。有句话叫做境随心转，意思是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及境遇会随着心的转变而转变。佛家也说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当你看过了凡四训后，你会发现一切的善果皆是由善心而起。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了凡四训大致讲了什么。这本书是袁了凡写给自己儿子的碎碎念，说的是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一位神人，把他的一生算得特别精准，包括每次考试的名次、何时从政、官拜何职、俸禄几何。又说了没有子女，会在53岁去世等等。后来一应验，于是对于人生没有任何的期望。后来在栖霞山又碰到一位高人，告诉他命运是可以自己改变的。而如何改变命运，去追求那些原本自己没有的东西，就要做善事，多积德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。最好的趋吉避凶的方法就是行善积德。阳明先生曾说过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知由心而起，有善心后，一切行为准则便皆以此行事，于是便有了后边一系列的善行。有了善行，自然就更容易有善果。说到这的时候，估计有人会问，做善事就一定会有善果吗？有时候你帮助别人不一定会得到回报，甚至反而会遭人陷害。好人没好报的。有这么一句话，施恩莫忘报，忘报莫施恩。如果你帮助别人是为了别人报答你，更好的帮你，那你的发心就是有问题的。你以为你在施恩，其实那是你的贪念，是欲望。本来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是快乐的，结果你耿耿于怀别人何时能怎么回报你，哪怕别人回报你了，也不一定能达到你心中的期望，那你不是反而变得痛苦了吗？其实行善最重要的作用是在于修己。如果你平日里细心观察，想想身边那些经常行善的人，哪个不是慈眉善目，让人感觉很亲和，非常愿意和他们接近。经常行善的人，哪怕其行善之事不为人知，他们身上无意间散发出来的感觉也是让人觉得很舒服的、信赖的。而人作为集体生活的高级动物，
各种事情都需要与人打交道，只有你让人喜欢，让人觉得舒服了，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接近你，愿意更多的帮助你。我们老祖宗几千年来一直都在追崇一种最高境界，而这种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。何为天人合一？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与天道合，与自然合。对此，儒释道有和而不同的相似理解。儒家讲究顺天应人，强调在坚持个人原则的基础上寻求与天的和谐相处。道家讲究回归自然，顺应自然，要与自然无界限融合，也就是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佛家讲究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认为一切法无常，应当放下执念，达到忘我无我。发现没有？天人合一的关键点在于我，因为天这种道是不变的，我们想达到这种境界的唯一变量就在于我。于是我该怎么做是极其重要的。想要理解我该怎么做呢？千万不要以我为第一视角，不然根本看不明白人生的全貌是什么样的情况。因为站在同一平面就不可能看到全面的视角，所以我们应该以天的视角来切入，这样反而会更好。假如天真的存在，那么请问，天会以个人的意志来左右吗？答案肯定是不会。试想一下，假如天让某件事情发生，而你又很适合去做这件事，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，那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？会不会有人去做？答案是会，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必然，你不做还是会有人去做。即使这件事情少了你很难，但它依旧还是必须要发生的。再假如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被确定的，那命运又是被如何塑造出来的？简单的来说，今天是由昨天所决定的，明天是由今天所决定的，这个大家都认同吧？也就是说，命运是被经历所锤炼的，是被塑造的过程，只是在生命的终点画上了句号而已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是否可以左右一些被锤炼的过程呢？而如何左右，关键是我们在面对事情时的心态是怎样的。知者行之始，行者知之成。我们的每个行为都会受到信念的影响。了凡先生命运开始改变的时候，只是发愿要做3000件善事，但是这3000件善事还没有做完，命运就发生了改变。我们不难发现，推动他命运齿轮转动的契机，就是从他有何种发心开始的。我们可以暂时先把这种发心理解为发愿，这就是愿力。发多大的愿就会成就多大的事，发最大愿便会有最强的感召力。你为什么要那样做？你为了谁那样做？愿始于心，发于外。多少人听到的愿，即是多少人的力量。有大愿后紧跟着的便是大力、大行、大果。那何为发愿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说自己要达成的理想。比如说在《西游记》里面的地藏王菩萨说了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这就是发愿。其实和我们平常发誓必须要做成什么事情意思是相近的。也许看到这你会觉得发个愿就能改变命运吗？这太简单了吧。许多人容易对这个愿有误解，它并不是你的一个念头，而是说这个愿必须是一种发自你内心的，并且是坚定的、真实的、真诚的、纯粹的，没有任何虚假造作的。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心愿。古今往来，所有能够成就伟业并且名留青史、被世人所敬仰的伟人，他们的发心都是为了普度众生，为了让老百姓安居乐业，动机都是利国利民的，而绝非是自私自利，只为自己。当你的发心动机是利国利民、利他无我时，
宇宙中就会有一种力量，助力你完成这种事业以及使命。所以你发心为了谁很重要，你发心为自己，大家都会为难你；你发心为大家，大家都会帮助你。要知道，天地之所以长且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而长生。当你无我的时候，你的机遇也就更多了，路也就更广了。讲到这里似乎有些讲偏了，但其实我们上面都在阐述同一个道理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把自己融入道中，从有我到无我，从有心到无心，以其无私，故能成其私。这样最安全，也最舒服顺畅。当你无我、无心、无私时，你便会发现不是你该怎么做，而是事该怎么做。这样你便会放下我执，看到事情的真相，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、安全的、智慧的，也更容易达到万物不为我所有，但皆可为我所用的境界。总之，凡事皆有定数，凡事皆有变数，变则通，通则变。明白了吗？最后再借着今天的内容讲个关于钱的事吧。你有多少钱，这其实也是个假象。你的钱其实并不是你的，你只是拥有了钱这种能量载体的支配权。很多有钱人花在个人身上的钱其实都是很有限的，只是他们比普通人掌握了更多运用金钱这种能量而已。我们都知道，能量这种东西是具有流动性的，钱也是如此。所以挣钱这个事，就是运用金钱这种能量的支配权去撬动更大的能量流动。如果你只考虑的是自己如何花钱，把钱花到享乐上面，那你就是在消耗能量。你会发现自己的钱是越来越少的。如果你能无我、无心、无私，以道而行，你会发现你个人有多少钱其实并不重要，因为你能明白别人的钱也可以是你的钱，它只是借由你的手做成一些事而已。所以你想有更多钱的话，只需要把事给做好就可以。我们都只是个载体而已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